嗨，大家好，今天我要来装一台新电脑啦。那这个电脑呢，我是要拿来摆在角落，然后工作赚钱用的，所以我要尽可能用最低的价格来买到符合可以大量 VM 多开的这个电脑。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个 CP 值最高的做法。好，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齁。好，那个 CPU 呢，一样是 AMD。那我这次是选那个4350G。好，然后机体是微刚，然后16G 2条，总共32G。硬碟是那个 WD 的 SN550 1T 的，然后主机板是技嘉的 A520 ITX。好，一样我是要组小电脑。好，然后这个机壳是那个银广的肖邦，那因为是丢在角落的齁，所以能越不占空间越小越好。那我这次我就不选 X300， 因为 X300 其实小归小，但是它的主机板跟变压器都是特规的，那记忆体是用笔电的记忆体。那我有想过未来如果要脱手的话，那还是组一台正规桌机的硬体会比较好一点。好，然后散热器呢是这个猫头鹰的这个 L9A 静音散热器。好，那我现在就要来开始开箱组装，然后跟大家分享跑这个大量的 VM 呢可以跑到什么程度，来达到我们的极限。那应该是说符合我自己的需求的极限。首先是机壳哈，我们先把机壳拆开，跟之前一样哈，我之前也有开过肖邦，那我这次我还是买银色的。好，那这个 AMD 原厂的散热器呢，我就没有要用了，因为我要换成猫头鹰的，所以这个原厂的就可以丢一边了。好，那再来是主机板。好，那这块主机板呢是技嘉的 A520i， 因为我们要超频啊，所以 A520 3000多块是比较 CP 值比较高的选择。店家已经先帮我把那个 CPU 给先装上去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装主机板吧。好，那我们现在要先把这个散热器先装上主机板，然后再放进 case 里面。好，这个是猫头鹰的散热器，它把它做得像精品一样。好，那我也没装过，今天就来装装看。好，那猫头鹰的这个散热器 L9A， 它有附一个这个底座，那它跟那个主机板技嘉主机板上面本来就有附一个，那我是不知道要不要换掉，我把它换掉好了。好，那我就连这一根我都把它整个卸下来了，然后卸下来之后，它的背板就也跟着下来了。好，然后那个散热器压在下面，然后主机板盖上去，然后直接对那个孔位，把这块挡板直接锁上去就可以了。好，然后那个散热膏要先涂齁，散热膏要用它原厂附的散热膏。好，散热膏涂上去了，那再来我们就要把这个主机板把它给叠上散热器去上锁。好，然后它有附这个猫头鹰有附这个4个螺丝，它螺丝长这样子，要用它的螺丝哦，一定要用它附的螺丝哦。好，那我们现在来锁上去吧。那锁的时候呢，要锁对角，不要一次锁死齁，就是要4颗螺丝都锁一点，都锁一点，然后锁到最后4个螺丝都平衡为止。好，那我主机板已经装上去了，然后这种小机壳呢，其实最困难的是整线。那我刚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把这个线整理好，因为它这个线真的是又硬又粗又难凹。像这种机壳，它背面啊，像肖邦它背面还有这个，还可以装那个 SATA 的硬碟。好，那它原厂附的这个 SATA 线啊，就是又粗又硬又难凹。那你如果在这个机壳里面，你去装这个 SATA 线，好，就像这样子，你要让这条 SATA 线穿过这个旁边的孔洞，到后面这边，其实会很费力。你一条就算了，它有2条。如果你后面要装2颗硬碟的话，那这个 SATA 线我觉得会是一个整线最大的困难。所以呢，我建议各位可以去买这种细的 SATA 线。那这个 SATA 线呢，其实还小有名气，它叫做安费诺。那它很细然后又很好弯。这个线是我之前旧电脑淘汰下来的线，那它太短了因为我之前的是比较短的，所以没办法用在这一咖肖邦的机壳里面。那但是我没有要装 SATA 的硬碟，所以就算了。如果各位要装的话可以去买这个安费诺的细线，对于你这个小机壳的整线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再来我们来装这个 M.2 的硬碟吧。它只有单面，它是单面颗粒的，所以它很薄，而且呢它发热也很小，所以其实不太需要加散热片。那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对于各种很贵的 SSD
来做这个速度的测试，那其实它根本就没有慢多少跟那些顶级的 SSD 来比，它的速度可能只差在0点几秒。这么低的价格才2000多块，能买到这样子的，我觉得很够了，不需要去追求那种很名贵，然后速度很高，但是实际上使用差不了0点几秒的这个 SSD 的硬碟。好，那我们现在来把这颗 SSD 装上主机板吧。好，我一直以为它这个技嘉 A520的主机板呢，它的 SSD， 它的 M.2 的 SSD 有附那个散热片可以压下去，结果我发现根本没有就是 SSD 装上去之后就是这样子，它没有散热片去盖它。那 B550的就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啦那反正这颗 SSD 的温度很低，那我就不管它。那各位如果有强迫症可以去买一些散热片贴在上面。好，那再来最后一个这个记忆体把它装上去。好，那这次记忆体我是选威刚的。那为什么选威刚呢？因为它第一个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再来是我买不到美光的，然后最近记忆体又一直涨价，所以呢就先用威刚也不错，就先用威刚的来做这次这个装机记忆体的主角。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记忆体装上去吧。好，那很快的肖邦的这个迷你 ITX 电脑我就这样把它装好了。其实非常简单快速，没有什么技巧跟难度。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是不是开机都正常。好了，那再来我就接电源然后看它能不能正常运作。那我刚刚那个 F panel 我插错，就是那个控制前面板开关的，我插到后面去是错误的。A520这张主机板它的这个 F panel 的那个 jump 呢是在前面的地方，就是我手边，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地方。那这是我觉得比较需要跟各位提醒的，就是我发现 AMD 的主机板的 BIOS 就是一定要更新，因为 AMD 的相容性有时候还是有点 bug， 所以说如果你的主机板的 BIOS 是出厂最旧的 BIOS 版本的话，常常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那所以说我刚刚装好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官网下载最新的 BIOS， 然后把这台电脑的 BIOS 更新到最新的。因为 AMD 我觉得一定要更新 BIOS， 不然真的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状况会发生，跟各位分享。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能不能正常的开机。那这次不知道会不会爆炸，那我就来开机咯。好，没有爆炸。我这次是第一次使用那个猫头鹰的散热器，那它这个应该是9公分吧？对，它是9公分的风扇。我觉得真的声音真的超小声的，它的声音真的非常小。那对于这种我打算丢在角落帮我默默赚钱的这个需求来说呢，它真的非常的小声。那我很满意，它的声音真的很小。那唯一我觉得比较有可能会发生噪音的就是下面这个肖邦的这个电源供应器呢，它里面好像有一个4公分的风扇。那我觉得未来主要的噪音发生会来自于它。那网络上呢有教怎么换这个肖邦这个电源里面的4公分的风扇，也可以换成猫头鹰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拆啦，我还没研究。那我怕拆了会过饱，所以我就暂时不理它了。等它未来真的发生噪音的，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把这个肖邦的电源供应器里面的4公分风扇怎么换成猫头鹰的4公分风扇。让它真的很安静的待在角落，永远不要吵你，默默的为你赚钱。它对于 VMware 的这个多系统的多开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符合我自己多开的需求，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主观的数据。好，那刚刚我在跑一些测试数据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它的 SSD 在运作的时候呢，我去摸了一下，哇，会烫手呢，就是这个地方，它的主控很烫。那因为我希望我这台赚钱的主机呢，能活得长长久久，所以呢，我决定我要把这个 SSD 加一个散热片。那我现在就试着把这个散热片呢，把它给装上去，来降低这个 SSD 的这个主控的温度。好，那这个散热片呢，我们要把它的旁边的2颗螺丝先卸下来。那卸下来之后，我已经把它那个散热贴片已经都先贴上去了。那因为这一颗 SSD 只有单面，它是单面的，所以它很薄。所以呢，我在散热贴片上面，我必须要加比较厚的那个导热片。好，那我刚刚试了一下，我发现我觉得不行，所以我又换了一个更便宜的做法。这个也是在虾皮上面很容易买到的这个 M.2 的散热片。
那它是用那个橡皮筋，它是用橡皮筋直接捆在一起，这个我觉得对 SSD 呢是最安全的，就比较不会弄坏啊，或者是去 K 到什么的很麻烦，要很小心。所以我现在决定用这个最便宜的方式、最安全的方式来帮这个 SSD 加散热片。那它使用非常简单哦，就直接把它这2块直接贴上去，好，这样就好了。散热片，然后跟 SSD 直接捆在一起，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 SSD 装回去就好了。那完成之后就长这个样子，虽然比较没有那么好看，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对 SSD 是最安全、最保险的做法，比较不会弄坏。因为不瞒各位哈，其实我前一阵子我弄坏了一颗 SSD 的硬碟，所以我现在对这个东西都很谨慎小心哈。你只要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元件给扯下来，然后就坏了，就不能用，而且没有保固，因为人为破坏。好，所以弄好之后就是长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用最低的价格组的这个多开的这个4350G 多开的电脑呢，我们现在来测试它的多开效能怎么样。好，那现在各位画面看到哈，就是说我只有在 VM 里面开一个 Win10，然后呢打开那个 YouTube 来播影片的话呢，它的 CPU 使用率呢大概只有5%上下，好像各位画面上面所看到，大概只有5%上下。好，那当我们开到7个 VM 的时候呢，一样好，这7个 VM 里面都是 Win10，然后开 YouTube 影片来看。那这个时候呢，它的 CPU 使用率呢会落在35%的上下，那就是合理嘛？开一个是占5%，那开了7个就35%，这很合理。那这个是在每个多开的系统里面都在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 CPU 使用率。那各位如果是玩游戏的话呢，这个就变数太多了哈，所以每个人的使用方式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仅供参考，它是一个我个人主观性的测试，跟大家做分享。好，那这个是 AMD 4350G， 好，那这个已经能达到我这个以最低的价格，然后呢来做到这个多开最佳 CP 值的组合啊，就是这台电脑。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我的主力电脑用的 CPU 是 AMD 的4750G， 我们来看它一开的时候呢是多少，它的 CPU 使用率大概是2%、3%在跑而已， CPU 使用率非常的低。那我们来看，好，当我们开到7个的时候，开到7个 VM， 然后同时在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呢，它的 CPU 使用率呢就会升到大概18%到20%左右。刚刚一开是2到3嘛，那7开就乘以7嘛，所以就是准确的落在18%到20%左右。今天我组的这台迷你小电脑 4350G， 它在一开的时候占用的 CPU 使用率是5%。然后7开的时候呢，大概是35%上下。那现在换到 4750G 呢，开一个2到3%，开7个18到20%。所以呢，就我们账面上看到的这个 CPU 使用率的数据呢， 4750G 的 CPU 的这个效能呢，大概是 4350G 的2倍。好，那以现在我们目前这样测试呢，其实我觉得 4350G 已经算是我们能用最低的价格，能尽量多开 VM 的电脑，算是一个最高的 CP 值的甜蜜点。这个只是我个人主观工作使用上的这个多开的心得，跟大家做分享。那各位如果是要玩游戏，那个变数呢就更多了。CPU 的使用率呢，跟你的 VM 的这个设定的参数呢也有关系。你如果在 VM 里面有开 3D。增强它这个画面的效果的话呢，那它的 CPU 使用率呢就会暴增，所以你能多开的数量呢就会变得比较少。那其实最主要呢，其实你要多开，其实最重要的除了 CPU 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记忆体。你的记忆体越大越好，因为无论你是模拟器或是 VM， 它都会设定一个固定的记忆体的数值。那你如果是开2G， 那你的记忆体只有 32G， 那你就是32除以2，你可能只能开到16开。那扣掉你的主系统要用的记忆体，你可能只能14、15开。所以呢，记忆体跟 CPU 都非常重要。这个如果你要多开的话，其实这2样硬体都尽量越大越好。好，那以上呢就是我这个多开的分享。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